2022年5月，代币 TerraUSD 和 Luna 暴跌，这波崩盘令加密货币市场蒸发了400亿美元的市值，并引发连锁反应，拖累其他数字资产公司破产。全球各地都有投资者亏得血本无归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，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，我是摩西。调查人员认为，这两种代币的创造者 Do Kwon 欺骗了投资者，并怀疑他暗中坐拥一大笔加密货币财富。Kwon 目前同时面临来自美国和韩国的指控，罪名包括欺诈和违反资本市场法律。韩国检察官已表示，如果 Kwon 在韩国被定罪，他将可能面临韩国历史上最长的金融犯罪刑期。Kwon 否认犯有欺诈罪，但就在即将被拘捕之前，他突然离开了他在新加坡的一栋豪华住宅。他在隐秘的地点发布推文并接受采访，以此嘲弄政府机构。TerraUSD 是一种稳定币，旨在维持1美元的价格。加密货币投资者通常将稳定币作为避风港，以保存成功交易，所获利润。TerraUSD 有别于许多其他稳定币之处在于，它背后没有银行的美元支持。作为一种所谓的算法稳定币， TerraUSD 依靠复杂的金融工程和交易者的集体努力来维持与1美元挂钩。Kwon 称赞 TerraUSD 是不受银行和政府监控的一个新货币体系的核心，但一些加密货币观察人士警告称，这是一枚定时炸弹。2022年5月7日 ，TerraUSD 的价格开始暴跌，吓坏了投资者。触发暴跌的导火索是 Anchor Protocol 遇到几笔大额提取。Anchor Protocol 有点类似于银行，曾为投资者的 TerraUSD 存款提供接近20%的年回报。面对 TerraUSD 的大跌， Kwon 曾发推文称，正在调配更多资金，稳住伙计们。他的团队动用了30亿美元储备资金来支持该稳定币，他全力安排就是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短短几天内 ，TerraUSD 跌至只值几美分，投资者怒不可遏。他们此前向 TerraUSD 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计的资金，其中大部分存入了 Anchor， 许多人把它当成了储蓄账户，还有一些人押注了与 TerraUSD 相关的加密货币 Luna， 后者跌幅超过 99%。虽然 Terraform Labs 的总部设在新加坡，但首尔却是这次暴跌的中心。Kwon 是韩国公民，毕业于首尔一所精英外语高中，并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学习了计算机科学，他曾是韩国人的骄傲。Kwon 与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住在新加坡豪华公寓 Sculptura Ardmore 内。他的复式住宅内有一个46英尺长的悬臂式室外游泳池。他准备了日本威士忌和古巴雪茄用于款待客人。Kwon 的女儿在上述暴跌发生几周前刚刚出生。Kwon 给她取名 Luna， 以她的加密货币命名。女儿出生后不久， Kwon 发推文公布了新生儿的照片，并写道，我最亲爱的创造物，以我最伟大的发明命名。前述暴跌发生后不久， Kwon 在新加坡参加过一个派对，许多与会者都是加密货币创业者，他们是来向 Kwon 表达支持的。据一位了解此次活动情况的人士描述，人们举杯畅饮 Crystal Champagne 和 Martell XO。 与此同时， Kwon 的投资者却在苦苦煎熬。在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，因为不信任该国银行而投资于 TerraUSD 的网页设计师 Yuri Popovich 说，他损失了9000美元。在英国，一名36岁的 IT 顾问损失了3万多美元。他说自己花了2个月的时间才鼓起勇气告诉妻子实情。为了填补亏空，他找了一份擦玻璃的工作。韩国官员表示，约有10万韩国人在 TerraUSD 和 Luna 上损失了钱财。检察官办公室接到了大量相关投诉。Dan Sunghan 当时负责牵头进行这项调查。现年49岁，长相年轻的 Dan 是首尔南区检察官办公室金融犯罪调查局的负责人。该局专门打击股票市场欺诈和操纵行为，被当地媒体称为首尔的金融区的死神。Dan 表示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对加密货币市场有了较好了解。韩国调查人员突击检查了 Terraform 在当地的办公室，他们询问了现任和前任员工，从7家韩国加密货币交易所查获了证据，并拖走了几个塞满文件、笔记本电脑、智能手机和外置硬盘的蓝色箱子。几天后，韩国检方获得了逮捕 Kwon 的逮捕令，
罪名是他违反了韩国的资本市场法。在其他指控的调查中 ，Dan 的调查人员重点调查了 Terraform Labs 与 Chai 之间的关系。Chai 是韩国的一款支付应用，一度拥有200万用户。在这波崩盘之前 ，Kwon 曾多次声称 Chai 使用其公司的 Terra 区块链在用户和商家之间资金转移，这是针对投资者的一大卖点，使得投资者们认为 Chai 使用 Terra 是区块链技术在现实世界中的极大创新。支持者认为，区块链、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背后的底层技术，就是抛开银行等其他传统机构为个人赋予新的能力的方式之一。但韩国检方称 Kwon 的说法不实。他们说，实际上 Chai 使用传统的支付系统来结算交易，所谓使用区块链不过是个幌子。Chai 创始人 Daniel Shin 的律师说， Chai 最初使用 Terra 区块链处理支付，但在2020年已经停用。Shin 是 Kwon 的前商业伙伴，他否认有不当行为。韩国检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了红色通缉令，要求世界各地的警察抓捕 Kwon。在有关逮捕令的消息被曝光后， Kwon 于9月17日在推特上写道：“我没有跑路或者做任何类似的事情。”他仍然拒绝透露自己的位置，理由是他的安全受到威胁。Kwon 悄然于2022年9月7日飞往迪拜，然后抵达塞尔维亚。他随后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安顿下来。贝尔格莱德的夜生活和科技新产业都很出名。他与当地政府达成了协议。他对另一位同行说，即使是在得知前述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发布后，塞尔维亚执法部门仍允许他留在该国。Kwon 一度继续隐身幕后管理 Terraform Labs， 并推动了一项旨在重振 Terra 区块链的计划，尽管这个计划成功可能性并不太高。闲不住的 Kwon 甚至和来自黑山的政界人士 Milojico Spajic 搅合在了一起。两人从2018年起相识。Spajic 当时还是风投公司 DAS Capital 驻新加坡的合伙人，他同意对 Luna 投资 7.5 万美元。Spajic 后来回到祖国从政，希望把黑山变成区块链发展中心。Kwon 在10月12日注册了一家名为 Kadoko Belgrade 的公司，根据塞尔维亚的公司注册资料， Kwon 本人和 Chang Jung-han 被列为该公司的董事。Han 曾是 Terraform Labs 和 Chai 的高管，后来在巴尔干地区入伙了 Kwon 的生意。Han 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富人区拥有一套面积为4300平方英尺的公寓。检方负责人 Dan 说， Kwon 离开新加坡后没几天，韩国调查人员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各局得知他在塞尔维亚。12月12日，首尔检方公开证实了他的行踪。Kwon 在 Twitter 的活跃程度急剧下降。当月晚些时候，韩国正式要求塞尔维亚逮捕并引渡 Kwon。2023年的1月下旬， Dan 和一名韩国司法部官员飞抵贝尔格莱德，在几天时间里，他们会见了塞尔维亚执法官员。Dan 回忆说，塞尔维亚方面分享了 Kwon 注册公司的详细信息和他的互联网地址。他们承诺，如果抓到 Kwon， 就会把他交给韩国。2月16日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 Kwon 欺诈，指控他在 Terra USD 的稳定性和 Chai 使用区块链方面撒谎。该机构还称， Kwon 和 Terraform Labs 通过一家瑞士银行将数以千计的比特币兑换成现金，并在前述暴跌后提取了逾1亿美元。Kwon 和 Terraform Labs 的律师指斥美国 SEC 的诉讼属于政府越权行为。他们否认了有关前述瑞士银行的指控，声称那些转账适用于业务支出，还反驳了美国 SEC 对 Chai 的指控。但2天后，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称，美国司法部也在调查 Terra USD 崩盘事件。2023年3月中旬， Kwon 秘密潜过塞尔维亚的边境，进入黑山，藏身在亚得里亚海的度假胜地彼得罗瓦茨。但 Kwon 和 Han 在3月23日乘坐出租车前往黑山首都波德戈里察的机场后， Kwon 的护照在黑山机场触发警报后，警察拘留了他和 Han， 后者也被发现持有伪造的哥斯达黎加护照。边防警察搜查这两人的行李后，发现了3台笔记本电脑、5部手机和一套来自比利时的假护照。终于，这个曾经呼风唤雨的加密货币大佬落网了。据黑山内政部长 Adzik 称，情绪低落的 Kwon 当时对警察说：“所有人都在找我。”而 Han 则对拘留他们提出抗议，并说：“我们所到之处享受的都是 VIP 贵宾待遇。”
数小时后，纽约联邦检察官对 Kwon 提出欺诈指控。一名韩国大使很快出现在 Adzik 的办公室，讨论引渡程序。黑山一家法院判定 Kwon 和 Hong 使用伪造护照罪名成立，该法院判处他们4个月监禁，但他们在等待引渡期间可能会被关押更长时间。Kwon 表示，他不知道这些护照是伪造的，是新加坡为他办护照的那家机构骗了他。自被捕以来， Kwon 一直被关在 Spoil 监狱，这是一处坐落在波德戈里察附近一个山谷中的砖砌建筑群。他每天只能在一个院子里活动1个小时，院子四周铺设了铁丝网，外面是杂草丛生的田野和怪石嶙峋的山岗。Kwon 试图通过交纳40万欧元（约合42.3万美元）保释金获得保释，但检察官拒绝了他的请求，理由是他有潜逃风险。6月5日，黑山总理阿巴佐维奇办公室收到了 Kwon 的一封信。这封信只有1页纸。Kwon 在信中用工整的字迹描述了自己与 Spajik 的友情。Spajik 就是那位曾在贝尔格莱德与 Kwon 会面的政界人士，也是现任黑山总理的竞争对手。Spajik 所在政党有望在几天后的选举中获胜。信中说 ，Spajik 试图从 Kwon 和其他加密货币行业的朋友手中筹措资金。Spajik 立刻否认向 Kwon 要过钱的说法。他说，这封信是他的政敌和塞尔维亚秘密警察策划的一场骗局。他暗示 Kwon 是在得到黑山政府将保释他并让他逃离该国承诺的情况下被蒙骗了，才写这封信的。这封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。Spajik 的政治对手对他进行了抨击，称他巴结了一名加密货币逃犯。Spajik 此前给自己树立了反腐斗士的形象。Spajik 所在的政党在6月11日的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，这使他有望将成为黑山的下一任总理。Kwon 没有否认他写了那封信。他的黑山律师 Goran Rodic 说 ，Kwon 没有向 Spajik 捐款。Rodic 以调查尚未结束为由，不予透露更多细节。监狱里的日子并不好过，这里的牢房通风不良，夏天闷热难耐，卫生条件差，而且过度拥挤。但 Kwon 还会在这里待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就请订阅并点个赞。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